机缘，我网还没有刷好呢。回头我来刷。机缘抱着兰溪朝着屋内走去。夜色沉沉，月亮害羞地躲进了乌云里。由于昨晚的放纵，兰溪第二天差点睡过头。醒来时，机缘已经不在家中。桌上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他要出门几天。麻烦酒宴结束后，三少爷将这些人留下。兰大夫，你要知道，今日过来的可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我总不能因着你一句话就让余家得罪这么多人吧？纵然余家家大业大，恐怕也承受不住。兰溪从怀中掏出一个盒子，打开。三少爷可曾见过这东西？你今日里给他们抽的就是这个？不是，那烟枪里放的是我自己调配的东西，对人的身体无害，只是吸起来感觉和这盒子里的东西极其相似。不过这盒子里的东西却是一种慢性毒药，若是人长期吸食，就会沉迷其中，无法自拔，渐渐意志消沉，丧失斗志，变得面黄肌瘦，失去生气，最终等待他的只能是死亡。人固有一死，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这与我余家何干？一个人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若是一个国家的人都沉迷此道呢？你是如何知道这些的？不知道于三少爷所谓的这些是哪些？如果三少爷问的是这鸦片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说说。鸦片？没错，是这东西的名字。这种东西是从一种名为罂粟的植物上提取出来的。我爹曾将它用作给人治病，但是量要把控好，若是过量就会上瘾。所以你之所以知道这些东西，都是你爹告诉你的？没错。至于我最近如何发现这种东西，前些时候千金堂来了一个病人，情况有些奇怪，我诊治之后发现是吸食鸦片所致。我爹曾说过，这种东西若是流入民间，必然会后患无穷。我担心百姓们出事，所以才想要调查这东西的来源。之所以找三少爷帮忙，也是为了这件事。我如何能相信这东西不是你制造出来的？于三少爷若是怀疑我，可以去镇上的孙家问问。不久前我就是替孙少爷治疗的。若是于三少爷还是不相信我，这东西的市价呢，可不便宜。若真的是我制造的，我还会像现在这么穷吗？我姑且信你。这么说来，你并不知道3年前发生在军中的那件事。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如今查出什么了？目前只查到这些。只要于三少爷将这些人喊来，然后找到是谁将鸦片卖给他们的，想来不难找到鸦片的源头。于三少爷，眼下可以让你的人将刀从我的脖子上撤去了吧？这件事情于三少爷会调查吗？我不知道三少爷为何对这件事情如此重视，不过想来三少爷定然不希望我再插手这件事。安西，你很聪明，聪明到我想杀了你。不过我不会杀你，至少你现在不是我的敌人，希望永远都不是。我不过是个乡野村妇，怎么可能成为于家的敌人呢？于三少爷，这件事我可以不查下去，不过我有个请求。你说。你能将查到的结果告诉我吗？你要知道这些做什么？于三少爷别紧张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自己辛苦调查了这么久，想知道结果。好。兰溪松了一口气，然后下一刻站在他身侧的护卫就做了一个请的动作。兰溪脸黑，这摆明了过河拆桥，翻脸不认人，可谁让他这小胳膊扭不过于家的大腿呢？
唉，为着这事儿啊，我都操心了好几天了，这段时间都没睡好，眼角都长皱纹了。眼下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三少爷，你真的相信他？他应该没说谎，我曾经让人调查过他的家里情况，不过是个普通农户出生，和当年那件事应该没有什么牵扯。真的要将这些人留下来一一审问。刘，那件事务必要查清楚。若不是那件事，当年他舅舅也不会被问斩，他娘也不会郁郁而终。谁？护卫翻窗而出，跃上屋顶，见一只猫趴在了那里。是一只猫。你按照这名单回头将上面的人留下。好。好险，刚才差点就被发现了。相公，要是你此刻在就好了。姬元不过2天的功夫就赶到了金陵城，他找到了上回收皮毛的铺子，那掌柜的还认识他，见他拿了皮毛过来，高兴地将皮毛收了。这位公子可是来买胭脂？买给我媳妇儿。原来是给媳妇儿买呀。公子，看看这款如何？这款是最贵的吗？我想给媳妇儿买最贵的。那就这款，这款是我们铺子里最好的胭脂，保准你媳妇儿涂了那是美若天仙。姬公子，原先还以为我看错了，没想到真的是姬公子。姬公子怎会来金陵城？来办点事情。姬公子是要买给你妻子的？这盒或许更好。不必，穆姑娘没见过我媳妇儿，又怎知哪盒更适合她？我觉得这盒更好。你这人怎如此不识趣啊！我姐姐好心帮你推荐，你不买就算了，何必说那话伤我姐姐的心啊？姐，你跟她什么态度啊？她是有家室的人，理该如此做。你不是要买胭脂吗？看上哪盒了，姐姐送你。云雅，你干什么？姐姐心里既然放不下他，那就找他说清楚。云雅，哎呀，也不知道这人的腿是怎么长的，怎么走得这么快？只不过一眨眼的功夫，人就没了。这就说明我和他有缘无分。师父，她怎么说也是你妹妹，你就不去帮帮她？若是这么简单的一步他都迈不出去，不如趁早放弃，回家嫁人生子。义诊了，免费替大家看病，不收取任何费用啊。姑娘，瞧你长得挺好看的，不回家等着家人，跑到大街上搞什么义诊？就是啊，你一个小姑娘，年纪轻轻的能懂得什么？这万一给人看坏了，人还要找你算账呢。小姑娘要义诊啊，那快给哥哥我看看。坐下。师父，这些人说的话你都听到了？听到了。那你怎还能如此无动于衷？这些都是他必须经历的，得靠他自己克服。你若是敢过去，以后就别来找我了。小姑娘怎么了啊？小姑娘就不能懂医术啦？千金堂的女神医不也是个姑娘？我都说了义诊不收钱的，看看你们也没有什么损失，你们连看都不看，就说我不懂医术，未免太过武断。不如这样，你们找个人来让我看看，我给他诊病之后呢，你们让他去找药堂，看看我诊断的对不对，如何？众人在犹豫了一下后，果然有人坐在了摊位前，将手搭在上面。没想到小师妹还真是有模有样。弄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哦，大夫，这药方真的能治好我的病？能，夫人按照这个药方抓药，保准2副药下去，药到病除。真的？说吧，这开药方的人和你什么关系？我师妹。你师妹？
你还有个师妹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再说了，我记得你师父已经仙逝多年了，怎么又突然蹦出个师妹来？不能说，搞什么神神秘秘的。不过，你师妹开的药方倒是不错，看来你这师妹比你本事。回头有空将你这师妹介绍我认识认识。干什么？想挖我师妹？哎，别开玩笑了。师父，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。你早就知道我和宋大夫认识？还挺聪明。你觉得宋明怎么样？医术不错，就是人太老实，这些年一直没熬出头。如果我让你家人挖过来，你有几分把握？师父，你的意思是？药铺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眼下只差人手和开张了。梁毅，你愿意做铺子里的第一批大夫吗？师父，你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。您打算什么时候带我离开？就明天吧。娘，师父说我已经出师了。真的？他终于不用再说那个臭丫头的气了。东家，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什么事啊？今日里我出门的时候，偶然碰到了蓝大夫。安西丫头，她怎么了？我见她提着药箱从一户大户人家出来。我先前见那人来过千金堂。什么？这丫头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接私活！你竟然还有脸来！今日是我在千金堂坐诊的日子，我自然要过来。哼，你走吧，往后不用再来千金堂了。夫人要赶我走，总要给我一个理由吧？你背着千金堂接私活，这样的理由够不够？我不知道夫人在说什么。兰溪，识相点儿，你就自己离开。真要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你的老底儿揭开吗？如果夫人指的是我昨日里给人看诊的事儿，那我便要解释一下，我并没有接私活。昨日里事出突然，有人来找我看诊，我就接了。本想今日来到千金堂，就将这件事情告诉掌柜子。我将接诊的银两和药方都带来了，却没想到夫人竟然怀疑我。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信你呀？不管如何，你今日必须从千金堂离开。夏叔叔，夫人的话你也听到了。我原先可不知道夫人会过来对我发难。这200文可以是我临时掏出，难道这药方还能作假？当初我来千金堂的时候就曾说过，我并非是千金堂的大夫，只不过是留下来帮忙，去留随意。我当初虽然这样说了，可在千金堂的这段时间，却没有在外接过一个诊单。我自问问心无愧，却没想到，却遭到了这样的污蔑，我寒心呢。蓝大夫，既然夫人都赶人了，我兰心脸皮也没有那么厚，这就离开，也省得继续留在这里遭人埋汰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夫人一时冲动，千金堂定然不会对蓝大夫忘恩负义。回头我就去给蓝大夫请罪。好了，你还想说什么？你那么凶我干什么？不管怎么说，人反正是走了。哎呀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反正子墨如今已经将针灸术学会了，只要有针灸术在，至于那丫头在不在，还有什么所谓啊？她走了岂不更好？日后咱们就不用分摊利润了。梁毅，你给我站住！夫人，有什么事情？梁毅，你为何要骗我？夫人，我骗你什么了？哼，你还装蒜？要不是你跟我说兰溪那死丫头接私活，我能做出刚才的事情吗？夫人，你可要将话说清楚。我什么时候那么说了？我只是将我看到的告诉你，至于其他的，可都是你的猜测。哼，哦，
我算是明白了，蓝大夫被你们赶走了，如今又看我不顺眼了是吧？成，不用你们赶，我自己走。梁大夫，梁大夫，东家，你还追出来作何？梁大夫，夫人她不过是一时心直口快，这才说错了话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她一个妇人计较了。心直口快，看来夫人心里一直都是这么想我的喽。东家，当初我是怎么离开中仁堂的，这事情你也清楚。从中仁堂离开后，我就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待在一个让自己舒适的药堂内。既然夫人如此不待见我，那我还待下去作何？梁大夫，夫人，东家，你不必再劝，我心意已决。怎么样了？都是你干的好事，眼下可好？哎呀，我先前要赶走那丫头的时候，你不也没反对吗？眼下反倒是怪起我来了。我还就不信咱们千金堂没有了他们就开不下去了。你懂什么？千金堂没了他们，确实不会开不下去。可万一他们要是去了中仁堂，你给我好好在铺子里待着，别再整出幺蛾子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找兰溪丫头。你还去找她干什么？痛快，真是痛快。师傅，你想的这招可真是绝，你都不知道那赵氏的脸都绿成什么样了。不过师傅，这法子会不会太阴损了些？阴损吗？其实我原先也没有想过要这么对他们，是他们对我不仁在先，那也就不能怪我太绝情。师傅说的不错。师傅，你现在要去哪儿？做戏当然要做全套。纪元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来找媳妇儿。这么说，他还不知道先前发生的事情？哈哈，原来是找兰溪丫头啊！兰溪丫头还在给人看诊啊，你估摸着要等她会儿了。这段时间咋没怎么见你过来？我出去了一段时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这就难怪了。纪元呐，有件事情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前段时间我逛街的时候啊，偶然瞧见了兰溪丫头，你猜怎么着？我见兰溪丫头和一男子动作亲密，从一处后院出来。想来是我看错了，你对兰溪丫头这么好，兰溪丫头怎能背着你做那种事儿呢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那男子啊穿戴很是讲究，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大少爷。纪元，你干什么？不准说我媳妇坏话。他低头看着倒在脚边的赵氏，弯腰将赵氏扛了起来，跃上屋顶，几个跳跃间消失在了千金堂附近。夏叔叔若是因为我离开千金堂的事而来，还是请回吧，我不会再回去。这段时间我在千金堂过得如何，夏叔叔想来也知道，估摸着也不会再劝我吧。恩熙丫头，你非要这么绝情？夏叔叔，并非是我绝情在先。这方面夏云潮自知理亏，见兰溪的态度坚决，知道今日他无论如何也劝说不动，只好退而求其次。兰溪丫头，我不会再劝你回去，不过我希望你念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答应我一个请求。什么请求？不去中仁堂。恐怕我不能答应啊。兰溪眼底多了几分嘲讽，他当然不会去中仁堂，可却不是因为他夏云潮。兰溪丫头，你非要如此？兰溪笑而不语。夏云潮目光一沉，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兰溪望着夏云潮离去的身影，
眼底露出浓浓的嘲讽。这人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赵氏醒来时，发现自己竟然赤身裸体地躺在一间屋内。最让他惊骇不已的是，他旁边还躺着一个人，慌乱地从床上爬起来，穿好衣衫就跑了出去。不是让你好好在后院待着吗？你去哪儿了？我见你久久没回来，就出去找你去了。赵氏低垂着头，不敢和夏云潮对视。他怎么了？夏云潮狐疑地看了赵氏一眼，只当他是愧疚，也没多问。我是谁？幼稚鬼，当然是我男人了。媳妇儿，你想我了吗？想，每天都想，每时每刻都在想。媳妇儿。一阵脚步声传来，两人立刻红着脸分开。我好像出来的不是时候啊。那啥，你们继续，我等会儿再出来。于静退了回去，却撞到了身后的蓝可心。你干什么？哎呀，少儿不宜，少儿不宜。蓝可心透过于静的指缝看到了院外站着的两人。你们两个亲热都不知道避讳点人吗？站在门口就，哎呀，也不害臊。我和你姐夫好些日子没见，情难自禁不行吗？蓝可心翻白眼，她大姐的脸皮如此之厚，她还能说什么？哇！于大小姐，你这一脸钦佩是怎么回事？不跟你们闲扯了，我男人刚回来，我想得很，我要和他回山上过二人世界了。一对臭不要脸的。哎，他们两人的感情可真让人羡慕。他大姐怕不是给他下毒了？哼，要男人有什么用啊？还不如自己拥有一身本事。大清早的，哪家放什么炮仗啊？旁边铺子新开张。哦，我记得原先旁边是药铺吧？那家药铺开不下去了，如今换成了什么铺子？是药堂。哦，药堂啊，药堂。掌柜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女神医去了新开的那家药堂。什么？李长官，我见你印堂发黑，鼻翼泛红，想来是最近休息的不好啊。要不要来木槿堂？我给你看看。羞辱，赤裸裸的羞辱。他一个中人堂的掌柜子，要他看什么病？你，哼，你以为你找到了新的药铺，你就能待下去了吗？他望着木槿堂的匾额，他要让整个木槿堂都从明远镇消失。他这是摆明了要和我们千金堂作对。当初我可没少被他折磨，眼下他竟然想找死，可就怪不得我了。少爷，您还是不要冲动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回去跟老爷说一声。说什么？这件事情不用告诉我爹，你也不准说。哟，瞧瞧，这不是当初在我们千金堂藏头露尾的女神医吗？怎么如今不害怕了，舍得将真面目示人了？没想到夏子墨跑过来给他送了这么一份大礼。他可是千金堂的少东家，他这话一说，可不就证明了兰溪女神医的身份？原来她就是女神医吗？原先我见女神医戴着毡帽和面纱，还以为女神医是长得太丑才不敢见人，却没有想到女神医竟然这么漂亮啊！我一直以为女神医是位40、50岁的老者，没有想到女神医竟然这么年轻。一时间众人议论了起来，这些议论声传入夏子墨的耳中，他也隐约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。当初你背信弃义离开千金堂，却没有想到如今竟然还有脸待在明远镇。我爹是个好脾气的，不跟你计较，
我可没那么好的脾气。夏子墨说着，就朝着兰溪扑了过来。姬元稍微一用力，就将夏子墨甩了出去。夏子墨趴在了地上，半天都没能起来。你干什么？我可告诉你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若是滚！若是还有下回，可就不只是一只手这么简单了。夏子墨愤恨地望着姬元，却无可奈何。夏府的管家赶紧将夏子墨扶起，回了千金堂。你说说，这千金堂的少东家是不是个傻子？夏云朝干什么去了？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他怎么连面都不露？你去想办法将木锦堂的背景给我打听清楚，想办法将木锦堂的掌柜子给我请去沐雨楼。是。阁下便是木锦堂的东家？不，我并非是东家，和李掌柜一样，是木锦堂的掌柜。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没想到木锦堂的掌柜竟然这么年轻。不知你们东家何时能来？我们东家今日事忙，怕是过不来了。李掌柜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，东家说了，一切事情由我做主。李掌柜得知木锦堂的东家不会来，将一个小盒子拿了出来。盒子打开，谢山看到了里面躺着的20两银子。李掌柜这是何意？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只要你帮我一个忙，这些钱就归你了。李掌柜可真是大方，不知道您需要我帮你做什么？这个忙对于你来说很简单，帮我赶走一个人。谁？女神伊兰溪。若是你能办到，事成后我再给你20两。40两啊，可真是让人心动。李掌柜面上现出了一丝得意，他以为谢山必然会答应，却没有想到谢山将银子推了回去。抱歉，我做不到。李掌柜的脸瞬间黑成了锅底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耍我？李掌柜，你给的钱确实让我很心动，可是哪个做伙计的能赶走东家呢？什么意思？李掌柜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可能听不明白？我们木锦堂怕是要摊上大麻烦了，这李掌柜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有办法。李掌柜站在中人堂前，看着一群官差往木锦堂走去，面上的笑意浓了几分，转身进了中人堂。真是可惜了，不过刚刚开业就要关门大吉了，这就是得罪我的代价。木锦堂前，那群士兵正要闯进去，忽然一人落在了他们的面前，将手中的令牌扬起。当看到那令牌上的字时，为首的官差瞳孔一缩，立刻带着人离开。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下，一人从马车上下来，姬元从一侧走了出来。两人目光接触刹那，瞬间明白了彼此的意思。媳妇儿，真是稀客，什么风将于三少爷吹来了？木锦堂开业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自然要来恭喜蓝大夫。于米说着，给于三递了一个眼色。于三会意，冲着外面的人摆摆手，就有人搬了一块匾额过来。这是家父亲笔题的匾额，赠与蓝大夫，谢过蓝大夫当初救治我祖母的恩情。多谢于三少爷。可是那丫头来了。不是。哈哈，那就是那男人。也不是。那是谁来了？没有人来。没有人来？怎么可能？那你急匆匆跑过来干什么？于家。于家怎么了？
余家的三少爷去了木槿堂。什么？余家去干什么了？那余三少爷说，女神医曾经治好过余家老太太的病，他是去给木槿堂送匾额的。那些官差呢？掌柜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哪里来的官差？哦吼！我刚才做的如何？多谢。你不必谢我，我其实也没做什么。当初我祖母的病确实是他治的，如今他要开药堂，我来表示感谢也没什么。再说了，小妹一直住在你们那里，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，还是要感谢。你呀，就是太一板一眼了，真不知道，你这样的人怎么就得了他的欢心？你不用这样看着我，我不过是感慨一句，并没有其他的意思。你放心，他确实不错，可我余家的三少爷也不会干出强抢人妇的事情来。你要干了，那就是不要脸。反正我媳妇儿也瞧不上你。不过，你想过吗？如今的你根本保护不了她。就比如今天，若不是我出现，她的木槿堂就会被别人毁了。过来帮我吧，我们余家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不去，余少爷，今天我找你，不过是我想保护她。即便我什么都不做，媳妇儿也能护好自己。余少爷，我就送你到这里了，你自己回去吧。终有一天，我会说动你的。少爷，回家吗？好些日子没见小妹了，去见见小妹吧。是。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妹，你……哎，刚跟婶子从地里干活回来。这是张婶子，谭大夫的继母。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秀啥可棒？赶紧打扮一下，我们去你大娘家。哟，今天这是什么风啊？将二弟妹给吹来了。哎呀，我这不闲来无事，想来找嫂子说说话，没成想嫂子这里竟然有客人。不知这二位是西丫头的朋友。嫂子，这可就是你不厚道了，可怎么还可以瞒着我呢？哼，别以为我不晓得你打的什么鬼主意啊！哎呀，嫂子若是知道，更应该帮我不是？哎，我瞧这公子啊，穿金戴银的，想必非富即贵。若是媚儿能嫁给他，将来你不也跟着沾光吗？哼，怎么，就许你家媚儿能嫁，我家可心就不能嫁了？哎呀，多一个闺女儿，多一种可能不是？不管这公子最后瞧上了谁，都是我们兰家的荣耀。你也看了不少病人了，喝点茶水，稍微歇歇。不用。小妹好看吗？当初媳妇儿打算将小妹介绍给你，后悔了吗？后悔什么？小妹生得漂亮，而且医术很好，可不是外面的那些庸脂俗粉。你什么时候改行说媒了？她再好，我也不会娶。他过来了，你怎么不提醒我？反正你也不会娶她，提醒你干什么？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情，季公子，我先前就想跟你说这件事情来着。我不在。你干什么？人都看到你了，你还想躲？是不是太明显了？况且眼下兰溪就在包厢给人看诊呢，她妹妹就坐在大堂内。你要是眼下躲了，岂不是在证明你心虚？孟姑娘，你们过来了。今日里木槿堂开张，我们自然要来道贺。季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女的谁啊？我当初并非是拒绝你，我只是无意娶亲，纵然是旁人，我一样会拒绝。婚
也没打算嫁你啊，不过是我大姐说了，我就随口应下，不好拒绝罢了。你也不用多想。好。至于这2位姑娘，我们药田的草药就是从他们家买来的。哦，你帮我看2个病人，我去找我姐。您稍等，大夫很快就会回来。大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话不能等我将药方开完呢？不能。那，看到没？你急吼吼的拉我出来，就为了让我看这个啊？嘿，这还不重要啊？可惜，今日药铺刚开业，忙着呢，赶紧回去。哎，大姐，我相信你姐夫。姐夫，我姐喊你。姑娘，要不您去那边稍坐片刻？好。不要脸！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想在这里陪着媳妇儿。季公子，你好，想必2位就是穆家的2位姑娘吧？你认识我们？相公常跟我提起你们，说是穆家2位姑娘啊，容颜出众，聪慧过人。他真的这么说？这位姑娘，想必就是姬公子的妻子吧？果然是位美人，和姬公子很是相配。多谢穆姑娘的称赞，穆姑娘远道而来，正好今日里啊是穆锦堂开业，就留下一起吃个饭吧。好。媳妇儿，相公，我邀请穆姑娘跟我们一起吃饭。当初你和谢世安去买草药的时候，还多亏了他们的帮忙，回头啊咱们要好好谢谢人家。听媳妇儿的。相公，你觉得咱们去哪里吃啊？沐浴楼。好。跟你姐好好学学，将来你若是嫁人了，能做到你姐这般，那谁也不能威胁到你的地位。关你什么事啊？相公，穆姑娘他们难得来一回明远镇，我这边要给人看诊，走不开，你就带着他们好好在明远镇转转。七公子，我曾爱慕过你，纵然明知你已娶妻，可我仍旧想要试一试。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我卑鄙，亦或只觉得我无耻，可我不在意，只是眼下我决定放弃了。你固然好，可我慕云烟也不差。我相信将来我定然能找到那个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。祝福你。谢谢。所以眼下姬公子可以放心大胆的带我和妹妹去转转了吗？媳妇儿。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，刚还想着喊了可心直接回家去呢。媳妇儿，你这是在吃醋？我没吃醋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吃醋了？2只眼睛。干什么？这还在穆锦堂内，铺子里的伙计可都没走呢。若是让旁人看到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不要。媳妇儿，你吃醋我很开心。我原以为你让我陪着别的姑娘出去，一点也不在意，可是原来媳妇儿是在意的。我那只是表现的不在意，你在外面招花惹草，人都找过来了，我可不得宣示我的主权呢，让人家知道谁才是你媳妇儿。而且啊，我也要告诉别人，我很信任你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啊不坚不摧。媳妇儿，我要跟你承认个错误。承认什么错误啊？我没带他们参观明远镇，
你们走后，我就找了一个人，带他们在镇上转悠，我就去收皮毛去了。我要多多收点皮毛，多赚点钱，让媳妇儿过好日子。相公，对不起啊，我误会你了。媳妇儿，没关系，我很开心。我知道媳妇儿很在意我，还会为了我吃醋。哼，谁吃醋了？我都说了，我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好了，我吃醋了，你想怎么办啊？哦，原来吃醋了呀！我就是吃醋了，能怎么着？我是他媳妇儿，我相公被别的姑娘惦记，我还不能吃醋了吗？能。相公，咱们不理这些无聊的人，咱们回家。好。瞧瞧，师父和师弟的感情多好，羡慕吗？我说小师妹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也要回去了。相公，今晚的星星真美。不过媳妇儿更美。讨厌！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会说甜言蜜语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对人家穆姑娘说甜言蜜语了，所以才让人家抛下姑娘的羞耻，千里迢迢来找你？没有，除了媳妇儿，这些话我从来没对旁人说过。瞧把你紧张的，我不过是跟你开玩笑。我和你都成亲这么久了，你是什么性子我还不了解啊。你若当真是那种花言巧语的人，恐怕早就成亲了，哪里还有我的份？不成亲，等媳妇儿。笨蛋！出事了，千金堂和众人堂联手，想要打压我们木锦堂。今日那两家铺子要价折半，镇上看病的人都去那两家铺子了。眼下咱们该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，照常经营。请问，这里是赵猎户的家吗？鸡爷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今天收皮毛的时候没看到你，我有点担心，就过来看看。我能出什么事儿？就是我娘老毛病犯了，这几天病得严重，我就没进山，留在家中照顾她。伯母病得很严重，老毛病了，我能看看吗？能。伯母病了多久了？找大夫看过没有？我娘的病有好些年了，时轻时重的，这些年一直用药养着，就是没见好。大夫们都说我娘的年岁大了，只能这样了。或许我有办法治好伯母的病。你真的有办法治好我娘？我说的不准确，不是我，是我媳妇儿。我媳妇儿是大夫。能不能治好我也不敢保证，得看过了才知道。媳妇儿这是答应去看了？我相公千方百计帮我找生意，我能不去看吗？鸡爷，多亏了你，我母亲的身体差不多好了。您媳妇儿说再吃几副药就好了。姬元见他们讨论得如此热烈，眼睛一转，道：我媳妇儿是大夫，就是前些时候镇上的女神医，如今在镇上开了一家木锦堂。你们的家人或者朋友若是有谁得了病，都可以去木锦堂看诊。对呀，你们要是有谁不舒服，就可以去看看。我跟你们说，鸡爷媳妇儿的医术神奇着呢。我娘那老毛病了，这么多年看过好多大夫，都没治好，结果鸡爷媳妇儿10来天就治得差不多了。鸡爷媳妇儿这么厉害啊？可不是。那价格怎么样？这段时间镇上的木锦堂和千金堂可都在打折。我跟你们说，他们看着打折，实际上不还是在骗我们的钱？我以前可都是在中人堂看的，中人堂的大夫每回给我开药方都至少7、8副药，药吃了，可这病也不怎么见好。反倒是在木锦堂，药虽然贵，可吃得少，这一算也花差不多钱。而且关键的是，是药3分毒，这药还是能少吃就少吃。说的有道理，等回头回了村子，我就帮鸡爷媳妇儿好好宣传一下。多谢。